嗨，大家好！我今天想要来替我自己几年前播种的 LB2178，也就是人家说的肋骨牡丹，或称之为瑞云丸，做一个记录。好，那各位眼前看到的呢，就是我大概是3年前播的吧，从种子播种到实生的这个 LB2178，讲清楚。好。那基本上呢，我当年买来的种子呢，就是10几个，如照片看到的。那这个是前阵子结的果荚。好，种子大概就长成这样子。多大呢？来加个种子来看，一颗大概，好，再来一次。好，这就是它的种子，是一个黄色约0.8 mm 的 size。好，这个是它干燥后的果荚。好，干燥之后它正常来说会裂开，或者是干枯萎、萎缩，但这个它可能种子数量比较多，所以有破开。好，这样应该蛮清楚的。好 ，OK， 好，这就是果荚。好，那它小 baby 的时候呢，大概如果你看这张照片，它在小 baby 的时候呢，1公分之前其实你看不太出来它的特征，直到大约2公分左右的尺寸的时候，你才可以看出它有明显的开始这个单刺以及肋骨牡丹的比较明显特征，比如说单刺啊、柏林啊，还有它的这个侧边的线条特别明显。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成株，这一盆呢，基本上应该至少3年了吧，因为其实事实上去年就开花，可是我去年没有时间介绍，所以我就故意让下面这几颗长得比较慢的不做任何的移植或处理。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其实上面的盆土其实是比较没有介质的，它有点类似像悬浮在半空中，对，就是刻意维持它的尺寸，然后不让它生长，然后我可以拍片做介绍。是有点坏，但是没办法。好 ，OK， 好，这个就是大概接近1公分。它如果比较没有缺水，或者是太阳晒比较多，它颜色就比较深。那这是深绿色，但事实上，如果你半日照的话，它其实颜色是绿色的。那如果你日照比较强烈的话，它就是会变成深咖啡色，或者是不均匀，表面有斑点的样子。所以这个是我刻意控制它的日照，让它光线比较少，或在半日照状况下的颜色。好，然后这边呢，就大概是2公分再大一点点，它就会长成这样子。已经有明显的肋骨牡丹或者是瑞云丸的样子了，再大一点。然后你看到这个是实生的，所以其实你看这2颗都是同一批种子，同一个卖家给的种子。这个的这个肋就比较密集，比较接近。这个热就比较宽，比较距离比较大，这2颗比较像。好，然后如果你看毛的话，差不多。好，对，那其他的园艺选拔其实现在有很多种了啦，我只是单纯个人收集播种的东西而已。那当然，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各式各样选拔的园艺种，这个就有待各位去挖掘了。但是我主要是介绍我手上播种的
这个 LB2178给大家认识，也给自己做一个记录。好，这个基本上LB2178它就是在原生地特化的一个个体。那当然，它个体之间也略有差异啊，只是说它的特征就是这个鳞特别明显，然后侧边的肋线条也特别明显，然后从小时候这样的特征在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出现了。基本上它必须要异花授粉，那它的花通常是白花，我这个已经枯萎了，但大概花就是小小的，然后偶尔会有大概偏粉红色的花。事实上应该是这样啦，但是因为这一颗是杂交的，但基本上它的花 LB2178的话是这样子白白的，然后盛开的话就比这个再开大一点点而已。对，这就是它原本的花。那因为这刚好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是交种的，当时这个卖家就说这一颗是交种的。如果你是交种的话，你到某一种程度，就会出现像这种杂刺啊，然后这个刺的形态跟这个比较像飞牡丹的样子，因为它是拿飞牡丹锦去杂交的，就是飞牡丹去杂交的，就有点类似像这种，有锦的去杂交 LB2178产生的锦斑个体，那它长大之后就会看起来不那么稳定。对啊，看得出来是杂交的吧？对，但它还很小的时候，其实这个 LB2178的特征是蛮明显的。比如我自己杂交的这个，这是我自己杂交的拿 LB2178去杂交其他的飞牡丹或者是其他的什么牡丹玉，然后可以看得出来 LB2178的这个基因非常的强，它这个肋骨的特征以及它这个单刺的特征其实是蛮明显的，只是因为它毕竟是混着其他的飞牡丹或牡丹玉的特征，这个刺终究不是单刺，看几乎这边的每一颗，但它开的花其实是非常像那个 LB2178的。对，总之呢，这个就是我随便玩来杂交的播种出来的。那这些就是日照比较强烈，就算是 LB2178在日照比较强烈的地方，它也会变成这样深色的状态，给大家参考。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LB2178其实是一个基因性征遗传蛮强烈的一个物种。看一下我记录的笔记好了，好啦 ，LB2178裸二属是 Ginoclisium mihannovicii，这是 key LB2178，然后中文有人叫它瑞云婉，有人叫它肋骨牡丹，它是一个形态特化的牡丹玉个体，这个是原产地就有的个体。然后原产在巴拉圭，分布范围非常的广，但是当然这是指牡丹玉，就是所谓的 Ginoclisium mihannovicii 这个东西，而不是 LB2178，就分布很广啦。对，那由这个荷兰的植物学家，我也不会念，好，总之就是这位植物学家在这里发现的，然后他自己给他一个编号，就是 LB2178。那他这位有名的植物学家在2021年的时候过世了，所以RIP。那针对牡丹玉这个物种呢，原产地有很多不同的名字，但事实上它都属于牡丹玉的范围，可是会有不同的特征，所以它就会得到不同的名字。那有1、2、3个名字，然后
这个是这个人申请的，上面这个名字是这个人申请的。这个学名，你在网络上还是可以找到这个学名，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正式申请通过的名字。然后第3个名字，那它基本上这个名字是分布在南方产地的牡丹玉。好，我们回来看看 LB2178的部分。那它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有鳞棘，就是尖尖的这个鳞棘，并且有横向的中肋，然后成株刺梢上有单一且弯曲的短刺。那很多人在做横向的中肋跟这个刺做育种，有的做成无刺的，有的做成粗刺的，所以有的做成粗鳞的。基本上是蛮多育种家在玩的。好，这个是夏型种，夏天开花，白花或粉红色的花，须一花授粉。然后未成熟的是绿色，成熟的是红色，就刚刚这一颗看到的一样。对，等一下来切这个好了。那日照的话，其实 LB2178或者是牡丹玉，它在全日照或者是比较强烈的光线的环境下，其实是比较不是那么讨喜，所以如果你在阳台或半日照或者这样的环境，其实是比较适合它，或者是说它看起来比较漂亮，对，比较适合园艺欣赏。那当然，这个提到 LB2178，就会再提到 VOS 的这是德国的植物学家采集的这个也是跟勒古姆吧 LB2178在同个地方采集，但是不同的编号，所以市面上通常大家都把它做不同的区分。那当然，如果你是园艺选拔再进步的话，可能就不会这么叫。OK，Anyway，这就是我自己播种的 LB2178。那我们来切这个好了。OK， 我们来切这一颗的果荚。它没有成熟之前是绿色的，成熟之后就是红色的，所以这个基本上已经成熟了。轻轻一抓就下来了。OK， 好的。那它的种子刚刚给大家看的是，是黄色的。切开之后，这个种子数量没有很多，因为这个是自己结出来的，可能是苍蝇或蜜蜂帮我授粉，这样清楚了吧？好，顺带一提就是，我拍完之后就可以拆这一盆了。这一盆基本上是我想这一颗好了。我想要说的是，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根系。那我这个3年多没有移盆了，就是只是为了做一个物种的记录，也就是拿来拍片用的啦。这个我一开始播种就是为了拍片用的。好，它的根系应该是细根系，就跟一般的这个牡丹玉是一样的。好，我现在把它抽出来，就这样。好，去一下土。好啦，很明显，根系是非常旺盛的，然后开花的点是在生长点附近。小颗的根系是这样，基本上它是没有一个特定的主根啊，对啊。OK， 好啦，这样我就可以开始处理这一盆了。OK， 好，谢谢大家观赏，拜拜喽。